在赖清德昨天在总统府召开那个什么能源啊什么那个委员会了哈。那他讲了很多话啊，能源不是是非题，是复杂多选题，哦，所以能源应该是多元化。我就觉得很奇怪，你在讲什么？多元化是要包括核能的，对，多元化不包括核能，通通是那个含碳的燃料，叫什么多元化？哦，天然气、燃油、燃煤都是含碳的，对不对？那你现在想的一些都是那种不切实际的，什么 SMR 啦，就小型核反应炉啦。哦，核融合啊，哦，然后呢，什么氢能啦，哦，地热啦，哈、哦，这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开发出来。你眼前有的就是核电厂，那是多元化，最多元化。我一直强调，能源就是要多元化，多元化是你都要有，你不能排斥任何一项。哦，就是这样子，你排斥了以后，它本来可以做基载电，你把它排斥掉，最便宜你把它排斥掉，然后呢，你用的都是贵的。他们现在每天只讲的是说，我们电要足够，电要除了足够，电的价钱要合理啊。你搞了一大很贵的电，那光足够也没有用啊。哦，所以你一方面电要足够，不能够乱停电；一方面呢，价格要合理，让大家负担得起，让工商业的成本能够降低，让一般老百姓敢开冷气而不敢哦，电好贵哦。现在很多人不敢开冷气啊。哦，哪像经济部长讲的，什么每个房子都去开，现在用都很多人都很省啊。哦，晚上就只敢吹1-2个小时啊，因为非常贵啊，真的是这样子啊。那那个赖清德说，民进党不是民进党的意识形态，那是什么？是民进党的神主牌嘛？是就是嘛，对不对？不是意识形态，那不是现在就可以随时可以变了？那你又变了吗？也没嘛。哦，所以我觉得开这个会哦，我觉得最后这个。那黄彦明说赖总统打脸赖主席了，说本来就是民进党神主牌，那赖总统有时候不是意识形态哦。那讲了3个哦，民进党长期以来讲的啦，核安、核废料解决，社会有共识就不排除，讲废话，你怎么可能做到这3点呢？怎么可能做到呢？核废料什么时候能解决？全世界现在都不能解决，都埋在核电厂底下。那摆在核电厂又怎样呢？以后解决嘛，有办法做解决，倒是在提炼嘛。那现在就是埋在核电厂底下，美国也是这样，日本也是这样，都是这样子。哦，除非你像大陆有什么戈壁沙漠，否则怎么办？法国也是这样子，全世界都是这样子。你说台湾要不解决，你怎么解决？埋在现场就是现在的解决方法，就是这样子。哦，然后呢，这个核安，台湾核安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啊，这么多年也没问题啊。哦，然后有共识，那什么叫共识呢？现在一半一半啊，怎么共识呢？你政府除了有共识，你自己要有远见呐，你要看得出来啊，到底该怎么办呢？哦，你问日本有共识吗？日本做的民调有共识吗？没有啊。韩国有共识吗？前任总统反对核电，现任总统说那是个笨决策，就恢复了，共什么事？好不好？那媒体就观察说，近零减碳并不是他的优先选项。哦，他的优先选项是电要够了。哦，电要够呢，就管它烧什么，电够最重要。哦，因为怕停电嘛。那么另外呢，媒体也说了哈，如果他真的一直想用新技术核能，2030年以后才有可能了。你那个 SMR 小型这个小型核反应炉哪那么容易啊？对吧？那全世界现在没有1-2个还没有真的开始使用呢，而且那个将来产生的核废料是现在的好几倍，每个小型的当然就多嘛，它的费用也贵很多了。比如说我现在一个核电厂。一部核电机组100万千瓦，2部200万千瓦，你晓得要搞多少台啊？这边放一台，那边放一台，居民会赞成吗？居民不会反对吗？会让你就是哦，台积电说，我今天要在什么南科、高雄那边就放2台小型核反应炉，附近居民不抗议啊，不抗争啊，环境影响评估那么容易就过了。那讲些什么东西，都是讲一些不切实际的，但是让你觉得说我没有反对啊，以后都有可能啊，就去搞这些东西。远水救不了近火嘛，哦，好吧，我们看一下，非核家园不是民进党的意识形态，能源议题绝对不是简单的，只是反核或拥核的是非题。重申非核不是绿营神主牌，总统府气候变迁委员会历经4小时马拉松开会，会后才是总统松口，未来不排除使用新核能。未来有更好的解决方案的时候，我相信只要国人有共识，然后它的核废料又没有问题，然后
又是安全的，我相信我们可以因为减碳来做出一些调整。委员会更找来挺核派童子贤来背书，难免被在野质疑非核家园政策转弯，因为会中童子贤支持核2、核3继续发电，质疑总统府和行政院玩两手策略。对此，府方澄清，非核家园并非民进党意识形态，而是当年朝野共识且写进环境基本法的国家法定目标。至于核3能否延役，政府定调最快时间点落在2030年，也就是赖总统2028得先连任。应对接下来3年供电压力，总统府首场气候变迁委员会稳定供电摆第一，政府对核能态度似乎又让人嗅出一些端倪。香龙，我可以先补充一下，我们刚刚在讨论林玉婷啊，我觉得因为她参加奥运当然没有问题，奥运认可她的这身份，她的身份证护照都是女性。我也相信她从小到大，她自我认知是女性，家人也都把她当女性。但是这个对于她检测出来，如果她是 XY 染色体，对于未来台湾在面对这种问题的时候，不要光是不管是背后之支持或者正面之支持，它是个严肃的课题。因为现在不是只有拳击，有一些的运动单项，譬如说田径协会、田径总会现在对铅球也有性别生化检测。现在对于跑步400到800多公尺，因为这个 range 特别重要，200它还不要求，就是400到800公尺参加这个范围的田径的要性别生化检测。性别生化检测将来会在运动单项里面，它不是越来越少，是越来越普遍。这个呢，不管是林玉婷或者是其他差玉婷，光用一种支持的热情，非常民粹化的鼓舞，解决不了事情。动不动每次发生事情的时候，就摆出一副就我告你。今天大陆呢进我们的农产品，我要到 WTO 告你，明明是我们理亏也要告。几年以前的时候，我们的跆拳道的高手杨淑君在广州亚运用电子袜被抓了之后呢，取消资格，他的电子袜不合格，被取消资格，我们也告跆拳协会，结果告输了，还被罚钱，民进党还交钱。换句话说，并不是你说嘴巴要告就很厉害，你看看那个律师函，那个写的空洞的程度呢，比那个拳击总会的记者会更空洞。你给谁看呢？有啥意义呢？每个人都知道，今天的所有的运动比赛里面呢，之所以需要分性别，因为有许多些运动追求的成绩分3种，一种是追求美感的，譬如说你跳水、韵律体操，那个呢是追求美感的；一种是追求速度的。追求速度的跑步，所有追求速度的跑步，你知道，如果你是被认知为女性，她的最好的成绩比男性差20%。你看到100米短跑就知道，如果是追求你的力量的，追求你这种的力量，像举重，我们刚刚在讨论举重最好的女子的成绩跟最好的男子的成绩差38%。也就是，如果你没有办法在性别当中，不管我们怎么样去思考呢，林玉婷的事情，你未来在面对到运动的时候，所有的我们的奥会、我们的单项，客观务实一点，它将来会越来越普遍。每一个选手本身自己先做检，过去或许不这么普遍，自己先做检。去年林玉婷呢，在2023年在拳击世锦赛被取消资格、没收铜牌的时候，回来的时候，我可没有听到在台湾很绿的中华民国拳击总会李武南当了5届的理事长，李登辉的保镖当5届理事长，现在的理事长呢是台南的光电业者。我从他回来之后，我就没看到今天林玉婷呢进奥运的时候，我们才注意到呢，拳击总会赖清德才在讲话呢，说要声援他，声援什么呢？过去1年你在干什么？过去呢，林玉婷回来的时候，我只看到一个小新闻，林玉婷回来的时候，我们拳击总会马上带林玉婷去做检查，检查完之后也没有告诉我们林玉婷到底怎么，可没有告诉我们说林玉婷都没有事哦。相反的，只告诉我们说呢，我们要安排林玉婷呢接下去的运动生涯。那话听起来很怪。当然大部分人99.999%，
你就是 XY， 你就是男性；你 XX， 那你就是女性，你会有女性的特征。但是我们知道有很少部分的人，他介乎中间的模糊地带，他们自己也会呢非常的困扰。可是，在运动比赛的公平性上面来讲，这个呢是会不只困扰运动员，而是我们本身在面对运动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去抓一个衡平的立场，对我们的运动员以及将来在国际运动场合当中讲话的时候呢更有说服力。说服力不是看一个人呢讲一套话。同样的，就像今天你的郑明瑜，今天呢，你说，我们去奥运会去奥运的时候呢，去为呢林洋配呢继续加油的时候，我们呢拿个绿色的台湾卫窝，为什么就会被没收？不要每次到国际场合搞这一套。你还记得上一次的东京奥运的时候，我们搞得更盛大，民进党更盛大。那个时候的民进党，我觉得更带种，我们搞冬奥正名。后来呢？我要用台湾的名义呢加入奥运，因为日本是我的哥们。我今天用台湾的名义，我再也不要用中华台北了。结果呢？结果你一窍不通啊！你还是得要乖乖的用中华台的台北啊。在面对到这样情况的时候，今天的林玉婷或者是呢这个呢卡利夫。他们其实在现在的在拳击场处境非常的尴尬，因为他们在过关斩将的过程当中都是摧枯拉朽，都是5比0，甚至于呢卡利夫呢面对意大利的那个女选手46秒就弃赛了。弃赛完了之后，我看到呢，台湾的媒体说，你看吧，他认错了吧？他隔一天之后呢，就出来呢放软了，说他去呢拥抱卡利夫。拜托，他如果不出来收回他那句话，他以后就不用再参加奥运了。奥运委员会一定会惩处他的。他是在解决他之后的麻烦，他不是认错，不要搞错了，那个是一个策略性的。最后你看到，当他们5比0，这两个人今天呢刚刚好在他的量级里面都要争金牌了。当然，我们都希望说，我们的选手这么的努力，他应该拿到最好的奖牌。可是两个被点名了，如果都拿到金牌的时候，这件事情呢只会更发酵，而不是更压抑的。我是说，我们的运动总会对这件事情不要把责任推到选手身上，选手很无辜。林玉婷，我认为他也很无辜。可是我们的运动总会对运动员遇到这种特殊情况的时候，你似乎呢就只是跟着新闻走而已，连总统都出来了，搞啥东西？前任的蔡英文总统是林玉婷站在你旁边，你连他是男的女的你都搞不清楚啊，更尴尬。好，今天呢有关于核能的问题，其实民进党呢也不要装赖清德呢，听大家讲说呢，民进党的2块的神主牌台独是非核，你是今天当了总统才第一次听到吗？过去讲呢，台独跟非核是民进党神主牌，我也看到哪一个顽固的台独分子出来否认过台独分子，我觉得北京就神经病，台独分子哪一个不顽固呢？我要这个补充一下哈，就是香龙刚才讲，就是说性别深化这个指数的这个测验的这个部分啊，它并不是说检测你的这个染色体 XY 作为一个判读标准，甚至于很多已经不采取这个 XY， 它主要在测你的睾固酮，还有这个雌激浓度，对雌激素，这才是这个关键啊！因为呢，事实上呢，有很多的这个科学期刊啊，还有这个案例呢，都显示说，你就算呢，你身体上面拥有 XY 的染色体，你可能还是有卵巢啊，你还是有子宫，所以这一次才会国际拳总他被认为的说，你用那个染色体，而且他又不讲清楚，你检验的方式，你检验的标准是什么？你又不讲清楚，吞吐的啊，才会跟这个 IOC 才会讲说，我们没有再去测这个染色体了，而是以睾固酮作为标准。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呢，要特别说明一下。就是说，你将来到底要用什么标准？这个是呢，运动每一个单项运动都必须要采认，而且慢慢会形成共同的标准。XY 是我们对念生物学的时候的基本的生物身份。因为你事实上你要去解决跨性别参赛的问题的话，你测 XY 没有用啊。他没有办法对啊，他没有办法啊。对啊，所以不是那个问题。好了，国际奥会有它的标准，就是睾固酮，25年来只用这样的标准。那我就是国际奥会，你不服气你就不要来参加，你要参加你就符合我的规定，就这么简单嘛。对，对不对？我今天办一个 party， 我说通通给我穿黑的衣服，不能穿黑衣服不能进来，那你就给我穿黑衣服进来，你穿白衣服你就不要进来啊。这就是我的规定，我的场。那你要参加，你就符合我的规定，对不对？那国际拳总说我不听，我不服，那你自己办比赛嘛？你自办比赛，你自己去搞你自己的。像他以前就是这样子，所以那如果将来有3套标准怎么办呢？不同的组织要不同的标准，
那就符合他的标准就好了。林玉婷从林玉婷说，我就符合你国际奥会的标准，我就来了嘛。而且我是种子，是你邀请我来，不是我要来的，你请我来的。那我今天来了比赛，你又说我不合资格，那到底谁讲话算数呢？续台再回来。住得安全，活得平安。一人一点力，爱就大无限。好，明年政府编的打诈预算73亿，比现在多了5.6倍。那比被诈骗的钱都还多啊！诈骗不止了。对，我说，如果他不要编那么多，那干嘛还打诈呢？对不对？把被诈骗的都赔他钱就好了，是吧？对啊。豪值预算真能够预防吗？我很怀疑，编这么多钱真的能够预防诈骗集团吗？啊，那他们说这是我们展现决心，行政院长讲啊，所以呢，叫数位部好好去防诈。啊，然后呢，这个要把 AI 诈骗账号提前下架，警政署要加强宣导，要添购科技侦查犯罪设备啊。那这也立委要求，拿钱就要见效，不能拿钱以后给那么多钱不见效啊。那另外呢，调查局跟 FBI 联手破获了一个这个诈骗集团，行政院长说还没结束，这是一个开始啊，等等等等啊。那他们这个跨境机房哦，查获一个跨境机房。另外呢，这个说呢，这个有黑帮还有水房哦，然后他们甚至一些不孝的律师勾结诈骗集团，律师真的很可恶，哦，去勾结诈骗集团哈。那另外呢，他们现在有就是群发神器，叫猫池，不是猫池啊，养猫的池啊，不是，说猫池呢长像这样。所以同样一个设备呢，能够一次插上大量的 SIM 卡，哦，可以送上千条的诈骗简讯。事实上呢，之前我们看过那种，就是那个人头的那个什么账号也是这样，一个房间里面都是这种设备哦，手机哈，然后呢可以一个手机还可以有好几个号码，所以你就觉得说哇，怎么大量人来跟我反映，来洗我的版，搞到半天就是在那个机房里面搞出来的。哦，你付钱给有些公司专门搞这个东西，买账号，他就可以给你这样的结果，哦，实在是很恶劣。那个也就是制造一些舆论，这是诈骗了，更可恶。一次1000条简讯发出去，哦，你这个什么钱没交，哦，所以你干嘛打电话来，哦，等等之类。很多人啊，为了自己的名誉啊，我怎么说信用卡费没交呢？我怎么可能健保费没交呢？以前诈骗是骗那个贪心的人，哎呀，他是个傻瓜啊，他有一个投资机会。想是傻瓜，我骗他。现在是很多人爱惜名誉，担心自己欠这个钱，担心自己欠那个钱，都骗你们这些人啊、哦。那另外呢，说有偷渡犯，20个人大概都有前科的了。他们要跑到东南亚更好骗，大概或是到那个地方去跨国诈骗。20个人挤在一个这个船舱里面，就因为氧气不足哦，大概天气不好，门窗关了，然后他们求救啊，敲玻璃啊等等去求救。海巡署呢，居然呢听到声音，到底多大声啊？海上求救声很大哈，然后呢把他们抓起来，通通是诈骗犯哦，因为他挤在船舱里面哦，那想偷渡走哦，所以缺氧，我们这喊救命来，那个世刚。诈骗的问题，我觉得不是钱的问题，是各个单位中间怎么去做协调联系的问题。那我们常常听到基层的员警或检察官在抱怨，就是他诈骗犯他办不完。但是它中间的一些横向的联系跟各部会的联系确实不够。比如说警方送文件到检方的时候，检方的动作够不够快？然后相关的这些去查扣第一线的资料够不够多？所以我觉得是横向联系。横向联系不用钱啊，横向联系打电话打LINE，时间够快，行政效率够好，这才横向联系才有功效。第二个，大家不是在乎那个诈骗集团的歹徒是不是被抓了之后怎么样？关几个月，或是我庭上说，哎呀，我这初犯呐，啊，我这个还有这个教化可能性啊，我当场认错，回去有的就4、5个月出来，然后出来在里面的认识更多的好朋友，然后出来之后再加入更大犯罪能力更好的集团，然后呢这个功力还增加，所以那你被骗的人，他的钱去哪？
比如我们一个多月，上个礼拜有选民妈妈被诈了多少钱？这650万。哇！就是说，他说你怎么银行贷款怎么样？独居的这个一位太太啊，一个长辈，就650万就出去了。到第一时间报案，我们还协助等等，拜托警察赶快弄，但是就没有用啊！你就算破案之后，你的钱也是回不来啦。所以我觉得大家在乎说，不只是人被抓到，第二个我的损失的财产这部分，我还能讨得回来，讨不回来。那这些车手也好，或者这些诈骗集团，我拿到钱之后就出去，还到海外了嘛？那这一到海外是什么？博弈。大家不要看这个博弈是第二个问题啊，很多人在海外开始去做博弈的集团，架设网站，甚至当地就直接骗东南亚的朋友。像菲律宾最近在扫这个博弈，扫了很多都是华人，当然两岸华人在那边共同合作，有的出技术，有的出人力，所以这是一条龙的，不是说我台湾的打诈之后后面就没有，不然他钱去哪里？所以重点是我后面的金流。怎么样去把它扣住？然后同时呢，这个海外的这些博弈集团拿到这些钱之后，又回流到台湾来了。到海湾去做其他的一些投资。你谈到博弈哦，我们很多电视广告，他们在大张旗鼓上面做广告，是，所以我觉得公司现在没广告，我知道。但是也不能下贱到连这种广告都接啊！对，在那边公开的搞一些名人在那边代言，什么这个广告，这个赌博，那个赌博搞，怎么可以让那个是线上游戏还好，但有些是他现在后面就是赌博嘛，是有一些就是私底下那种博弈的这种集团，所以我觉得警方去查是这有没有一条龙式的犯罪？我觉得哦，那个都，我觉得你怎么什么 NCC 啊什么，怎么不抓这个东西呢？奇怪了，那个赵大哥，我坦白讲啊。其实编列这70几亿，我也感觉到很纳闷。就说实在的，当初主要打诈有问题，是问题出在哪边？就是科侦法。什么叫做科侦法？就是因为我警察知道他这个是诈骗集团，我要冻结他的账户，我没有法令。第二个，我要监听他的手机，我没有科侦法。我要买仪器，我没有办法买。现在科侦法我们也让它通过了。现在你冻结的部分，我们也让它通过了。你要什么，我们都给什么。那你现在这70几亿，不能只编在内政部啊？那内政部是在干嘛？你本来就要做的侦查动作，你警察就本来要做的。可是在这个部分，我在想，我个人的看法，认为这70几亿当然有效益，因为全国人民对于打诈这个非常重视，那当然我们也愿意支持。可是你现在如果这4个单位，内政、法务，还有我们那个数位，还有我们 NCC， 如果这4个人你把它结合起来，哪一个该做的，你就很简单。为什么 NCC？ 他要数位部要去调资料 ，NCC 不同意啊。所以1天2天，那这个讲快点，诈骗集团他就跑掉了。所以我还是真的还是要呼吁的。那另外一个就是，我还是主张啊，这个 NCC 公家机关把那种诉讼位啊编得太多。这一次我会非常重视，因为我在交通委员会 ，NCC 属在交通委员会这个部分，我是很讨厌的。拿政府的钱来跟老百姓打官司，这是我很反对。这个73亿啊，这个数字太大了。我想到的呢，就是背后呢有很多的这个厂商呢已经在排队了，应该是这样。对，因为他要买很多的这个器材嘛，什么M 化车啦然后还有很多要去锁定什么 GPS 很多这些设备在这个背后。然后我觉得就是这个要非常的慎防你买了一大堆的这个器材，图利人厂商，然后都没有发挥这个作用。其实打诈什么最有效？你知道，就是我们跟大陆方面彻底的合作，然后去那些国家能扫荡，这个最有效了。决心跟落实啦，现在这个两岸关系这么的差，你看那个大陆在柬埔寨他们那种的这个扫荡，那个才有效啊！靠我们自己。我还要再讲一次电视，尤其是快到过年的时候，那个各种那种看起来像赌博似的那种广告都没有人去抓它。你就算说像世康讲的，看起来像游戏，我觉得后面都有大有问题，那个一定要彻底的取缔否则你算什么东西呢？这是一个
哦，第二个我很担心哦，现在假打诈致民去买那些科技侦防，就是到时候对人权有很大的破坏。他不会只有在打诈，他到处给你搞。唐湘龙，你在电视上常常批评我，我到你家去那个什么 M1 车，给你每天 M1 车，整个天天听你到在家里讲什么东西，休息一下再回来。说那个船上呢，这个20个诈骗成员哦，那他们受不了了，他们打算搭筒子，在船上搭筒子，然后呢预备偷渡哦。那而且呢，他们认为是后面研判后面是有很重要的金主，哎，要不包租一个船不容易哎，要养这些人不容易哎，后面一定那种诈骗集团有金主来提供给他们，哦，所以他绝对不是个人能够办到这个事情的。我们看一下。把豪宅当作诈骗基地，这间机房宛如小型电信公司。那几张信卡？不止床边被搜出一大包信卡，连隔壁房的桌子也被摆满。这个诈骗集团就是靠这些犯案，而对象还是锁定美国人，跟柬埔寨诈骗集团勾结，因为时差都在凌晨上工，由柬埔寨拨打诈骗电话，再透过台湾诈骗集团架设猫池，将电信讯号成功搜寻导向正在使用的号码，发送到美国，以猜猜我是谁假检警诈骗老梗骗当地人。这一颗可以插多少卡？256张。这台插满SIM卡的机器就是猫池，一个孔一天可以拨打500通电话，一台至少可以打上万通。诈骗集团甚至还做了改良版。这个机器呢叫做猫池，它可以让诈骗集团来转接大量的电话，但也因为这样子单一的讯号可能会被警方锁定追踪，所以他们发展出了一个叫做移动式机房的概念，把设备呢装在计程车里面，让车子到处跑，讯号呢也跟着到处跑，借以躲避警方的查缉。后车厢被搜出大量天线，连计程车司机也变成诈骗集团成员。猫池可以快速密集大量切换不同号码，这回调查局跟美国 FBI 合作打诈。The FBI appreciates MJIB's forward-leaning posture on international law enforcement collaboration and looks forward to continued cooperation with MJIB to combat criminality affecting the United States, Taiwan,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打诈新4法正式上路，行政院长卓荣泰说，明年要把打诈预算调高到73亿元，是今年的5.6倍。但如果抓到的都是车手或是诈骗集团的小咖成员，要有亮眼成绩单也是极大考验。好，那么这20个偷渡客从高雄偷渡出去，有18个都是当时巴厘岛诈团的成员，所以现在讲集体跑，所以台中地检署的事态严重，全部声压起来。哦，那一定是回来就放出来了嘛，所以他才会逃嘛，对不对？那罗志祥跟徐小琴也收到恐吓信哦，说要打16个在野党的立委，哦，傅崐萁啊、洪孟凯啊、罗志祥啊，反正就是啊，然后呢16个啊，所以要让你们鼻青脸肿，打得你们的这个屁滚尿流啊。那另外呢，而且说要女立委都毁容，哦，所以呢。国民党团就说这太过嚣张了吧，哦，那你打一个立委打16个哦，男女立委还不同的待遇哈。那另外呢，他们现在就关心宪法法庭的律师费了啊，说这个立法院花了186万，那政府机构花了140万，所以立法院花的比较多。其实早上记者问我说，这个民进党也蛮好笑的。你如果不提释宪，他就不要找律师了嘛。对，这始作俑者是你啊。对，你找了律师，立法院当然很没面子，觉得如果被判违宪很丢脸，当然要找律师啊，对不对？然后呢，花了钱，就是你花比我多哦，所以你是浪费公帑。你145万也不少啊，对不对？这本来需要花这个钱吗？啊，这是一个。第二个，他们再去查后面的这些律师事务所，很多人长期都是给政府打官司的。长期拿政府的钱呢，有这么2年拿了将近1000万律师费啊，对不对？立法院你把它算算看，立功才花多少律师费？哦，所以我觉得很无聊了，就是说，哎，我常有时觉得哈，真的是你对不对？像那个时候这个党政军退出3台也是规定，你3中几月几号以前，通通要退出国民党，他退出要去卖啊，卖又告他你乱卖，卖便宜啦，卖贵啦，我们什么背信，你要他怎样呢？都是你出的题目哦。那民进党就酸他们说呢，法案太烂了，很难辩护，所以要比较贵。
律师费比较高，律师要花比较多时间啊。那而且呢，说呢，这个民众党找的律师说，一个人抵4个机关，所以你们是冤大头啊。然后呢，那因为他们也暴露了民进党律师费，所以对你们不好意思啊，把你们律师费都泄露了啊。翁小玲说啊，总统府不是也花纳税人的钱吗？对不对？你们不是都找人去释宪吗？然后呢，国民党说这个黔驴技穷，转移施政不利的焦点反正现在就吵架了那他们就谈嘛，比如说有一个律师事务所这是他们讲的说叫做什么大恒常年承接政府标案，今年已经得标4案383，去年拿了770亿，所以2年又合计破1000万所以这是个长期合作的关系那所以立法院找那几个，搞不好立法院从来也没去告谁，什么也被告等等，所以他跟我们那些律师可能第一次合作所以呢，这个李彦秀是说民进党用1000万养御用律师事务所那这个媒体是说这笔账还是应该接赖清德头上，你坚持要去释宪然后呢怪这个花钱怪那个花钱，我们看一下。一封自称真勇士手写给国民党立委罗志强，打开一看，这恐吓信件批评蓝白将国会瘫痪，已经集结组成正义勇士队，要在立委住家或出没点等待，更扬言要让他们脸上糊的是泪还是痰分不清。内容点名的还有蓝营总召傅崐萁、王宏威等14名立委，民众党立委黄国昌也在其中。对于任何的这种所谓的暴力的诉求基本上我个人都是绝对不会因此有任何的退缩。部分蓝白立委都遭恐吓。罗志强办公室同仁赶紧到中正1分局报案，认为收到恐吓信跟朝野平对立有关系。毕竟国会改革修法走入释宪战，6号结束宪法法庭言辞辩论。民进党立委王定宇翻出立法院请的4位律师，其中民众党推派的林时猛一人拿到80万元报酬，其次为陈金秀拿52万元，4位加起来共花费186万元的律师费。我是有点大吃一惊，一个人15万的委任费其实是远低于市场行情，所以这是友情价。国民党立委翁小玲也质疑，那提出释宪方的花多少钱呢？我们行政院这边的标案总共是30万元。陈信安教授他表示他愿意义务来协助，花了更多的薪资跟加班费帮民进党打这个释宪案，恐怕那都是更多隐形的成本。毕竟不管是哪一方，花的都是全民公帑。总统府推派3位专家，一共45万元；监察院推派2位，则是花费20万元。民进党立院党团则是自费45万元，等于4宪政机关一共花了140万元，宪法法庭才站完，朝野再开新战场。来，这个林委员到底怎么回事？我是觉得这样啦，因为这个立事会，我赞成刚才赵大哥所讲的，你今天是谁发动那个释宪的？当然是民进党，但是我认为民进党党团发动这些情有可原，我也认为应该，但是总统府、行政院、监察院，我是认为花这些理事会一点理由都没有。为什么？因为说实在的，你今天民进党党团反对这个议案，他去做释宪，那说实在没有问题。但是今天你又民进党党团，我们吴委员又说我们花的钱议庭15万你行啊？我坦白跟你讲，3个律师对你们12个律师，你可想而知，这个变起来。还有一点，15个法官。对，表面上穿起来是大法官之旗袍，看起来完全都是绿色。你想一想，怎么讲？那我在看像叶庆元律师，他变得就很好啊。但是会不会有用？那我们就等到他做解释出来再说。所以我是觉得不是钱多少的问题，而是谁造成的，这是很重要。我们先看到刚才就是我想有很多的立委有收到恐吓信啊，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我相信全民有共识，无论是哪一个阵营呢，我们其实都谴责暴力啦，哈，我觉得这个大概也毋庸置疑。那可是我们看到，就是说现在在讨论在宪法法庭上面，我认为现在就是走到宪法法庭释宪的阶段，请律师这个也都合情合理，也合法，也有所必要。毕竟在宪法法庭上面，它是高度的针对法律层次来做辩论。
你当然是，无论是你是哪一个阵营，好，你都需要有这个律师专业，好来提供相关的意见。不过我认为，就说，这几天大家看到在宪法法庭上面的这个直播的现场，我觉得比较可惜的是说，我认为在蓝白阵营这个律师请的律师，我倒认为不是费用的问题，而是说这个律师到底有没有起到统整蓝白阵营这些针对宪法法庭上面疑虑有没有统一的说法？我们看到黄国昌立委，看到翁小玲立委，很显然他们在很多意见上面就出现了歧义，出现了分歧。那我认为这样子请律师就有一点可惜，因为律师你应该就这个宪法法庭高度专业上面统整大家不同意见，你应该针对你所说的诉求有统一的战场、统一的说法。那我自己的观察是这样啊，我认为这样子其实看出来，其实蓝白在宪法法庭的攻防上面是没有做好更好的完整的准备。我觉得民进党不要得了便宜又卖乖哦，自己挑起这个，他们去申请这个大法官释宪了，然后现在大家都要付出成本，然后回来说哦，那你国民党花多少钱，你民进党花多少钱？那民进党你不想想，你们自己挑起这样子的一个不必要的去申请释宪，所浪费的整体的国家的资源跟成本到底有多高？那个真的是数不清哦。这当中所有的时间，然后花的金钱，而且你们是动用府院党，现在是只有立法院要去对抗其他的这一些宪政机关了，而且还有这其中你可以看出很多的大法官他的立场公正吗？当他在问话的时候，他咄咄逼人的时候，他又采取的是什么样的立场？所以你说为什么这些在野党要这么辛苦，然后立法院还要再花钱，就是去聘这些律师，不就都是你民进党造成的吗？那你还好意思今天回过头来想要数落大家？我觉得这真的是大可不必哦。今天其实国会改革，坦白讲，这个是属于立法院的职权，立法院去修正自己属于自己职权范围的，我们不是应该好好这个立法权要去监督行政权吗？但是只有民进党的立委自甘堕落，自我去阉割，自我愿意放弃自己的权利，还要大张旗鼓把国会改革就是不断的抹黑，然后说是国会扩权，国会改革就是国会改革，绝对不是扩权。休息一下再回来。好，基隆谢国良定调，其实罢免就是选举，是要跟选举一样动员了。他原来是低调了，现在发觉不行了，低调不行啊，所以鼓励基隆人踊跃投票。他最怕就是说，要罢免他的人都去投票，反对罢免人觉得，哎呀，这什么好投的？反正我们也没有支持罢免你，就不去投。那结果去投票的结果呢？这个主张罢免他的人超过1/4，他就被罢免掉了。所以他现在要呼吁要踊跃投票，因为这就是一场选举，你们不要以为这不是选举啊。然后他们发出这个查询单只有1441份，所以看起来是会过的哦。那之前他们放出消息说去查了2万多份啊等等，那蛮吓人的，4万多、2万多都不合格，那你这选委会有没有问题呢？就他们其实查了只有1441份，就算这1400都有问题也过了，也过了哈。那另外呢，昨天吧，那这个法院呢把这个Net 去要求假处分，那结果法院驳回，所以这是等于是基隆市府的第2场胜利，所以我也讲，我说那这还罢免什么？开始就是因为这个嘛。当然你可以说他手段也许稍微这个所谓什么清晨啊，去是警察是拆除队，我不知道去拆除可能手段也许猛烈一点，但是基本上并没有错，这是我的财产啊，对不对？那你现在因为手段，所以也许比较强烈一点。就要罢免，那法院已经2次说财产是市政府的，而且你连要求假处分，法院都拒绝啊，说假处分什么东西啊，对不对？就是不需要假处分了那所以呢 ，Net 就说基隆市政府称假处分驳回，这是转移罢免的焦点，它也不是，这是罢免的中心就在讲 Net 这个案子，不是吗？那郑丽文说，因为谢国良挡到4阶了，所以呢，民进党很生气，因为呢挡不成只能喝西北风，有些人还在看这个几阶还想赚钱呢啊。那另外呢，这个民众党说还在观风向，
说因为柯文哲说他们的支持者里面呢，什么人都有哦，有些是重复这个身份是不同的，所以呢，还在关哦，是并没有说，因为他们本来邀请柯文哲去啊，柯文哲说现在要考虑了哈，等等了哈。好，到底怎么回事？来，这个香龙，因为一个商业的案件会牵涉到罢免，那台湾真的快没救。那你从前面刚我看到罗志强，当他们在担心呢自己的安全问题，我觉得这件事情并不是小事情，就是或许有人会淡化，觉得说呢这只是一种网络上面，反正吓你。可是立委今天所有的宪政的精神是建立在民意代表的言论免责权之上，民意代表在议会里面有言论免责。但是在议会外面却要遭受呢人身安全的威胁，这个是没有办法被接受的。所以这件事情不应该被轻忽，他就应该像过去不管是陈其迈啊、陈菊啊，有任何人讲他两句，48小时马上破案。这个像这种的，就是说网络上面的这种的恐吓，千万不要。今天呢，林非凡去报案了之后，人家林非凡的案子破得很快，但这种案子破得很慢，这样子就不好。林非凡都去告了，对不对？都要告了，不要林非凡的案子破了，抓到了，而且发现了跟对岸的没啥关系，动不动的就觉得跟对岸认知战有关。我说我看那个手法实在是不像我看的这个对岸呢，会经常的会在网络上面做的一些的表达，所以呢，对于刚刚那个案子来讲，我认为不要掉以轻心，不要民进党的案子鸡零狗碎的，包括苏贞昌的案子都破得好快。可是呢，今天的这种案子却没有办法限期破案，警方呢可以积极一点，因为台湾现在的政治气氛那种绿色恐怖肃杀的味道呢，非常的浓厚。好，那你看到这种的基隆不算是个小地方啊，这样一个地方呢，为了一个 net 就这个地方呢所引发的市府跟厂商之间的争议事件，会发动罢免，无非呢就只是当做这种政治报复，无非呢把罢免当作是娱乐，一种政治的娱乐效果，只要赢了之后呢，就开始大做文章了，好像宣称政治的胜利，这可取吗？我是说，今天你赖清德也好，或者任何一个讨党，不要呢，光只从党派的角度来看，你认为这种的政治风气是你鼓励的吗？当然我也知道了，民进党每次碰到这种罢免事，第一开始呢都躲得很后面，好像跟自己都没有关系啊，那都不是我们发动的。可是最后关头的时候呢，出来呢临门一脚，就是鼓励大家呢去投罢免票，每次都一样。我只说这种呢政治报复，而且几乎呢没有政治逻辑的政治报复，在基隆一旦呢成了之后，那就没完没了。那个绿色恐怖的气焰之高，这才是今天我们真正需要担心的。刚刚呢，大家在讲到，就是说呢，大陆方面呢，国台办的网站，好吧，他今天呢把这标题放大了，名字放大了10个人，那10个人用我的好朋友蔡正的讲法，就那10个人是商务舱的乘客，那经济舱的像那名嘴的就没有列出来。但是还有头等舱的两个没有列。我说你今天说，当你告诉我说这10个是呢要惩治依法惩治顽固的台独分子，可是里面没有赖清德，没有蔡英文，就他们2个是头等舱，你头等舱没有列出来的时候，商务舱怎么会怕呢？商务舱看也知道嘛，就我坐在商务舱里面 safe。因为你头等舱都没有列明，难道赖清德他不顽固吗？难道蔡英文不顽固吗？那才是真正头等舱或者坐在驾驶舱里面的，他们是开飞机的人，你光列列商务舱的干嘛呢？所以那种呢，当然大家知道吓唬不了谁，不管你怎么操作，台湾今天岛内的政治气氛已经对于两岸的问题有恃无恐，所以在政治上面的这种的恶搞，每次有点鸡零狗碎的事情，大做文章，做不成比例的政治报复，最后的结果，我们一定会付出很大的政治代价的。位置，我想这个基隆谢国良市长的争议也不只有在NET案一件了哈。那很多基隆市民现在会自嘲，就说走去外面，大家都问说，请问你收到这个电动车了没？那到底现在基隆到底有没有电动机车可以坐？
那还有其他一些这个基隆的市政，其实会引发一些争议啊，包括人工草皮啊，然后针对这个杨宝珍量身定做标案等等等等之类。那我认为现在这个基隆市民发起这些这个罢免，但我们看到谢国良市长哦，现在他的因应之道就是，提高他的曝光度嘛。好，第一个就是在车站面前，车站的前面，那每天跟市民朋友鞠躬，这个寒暄。可是这样效果到底有没有去回应市民对于谢国良施政上面这些已经毫无的信任？那我认为，其实谢国良市长真的要思考，你每天开直播，但是有些直播的画面出来，其实确实我们还是会觉得有点啼笑皆非。例如说，发生有一个车祸事件，谢国良市长要表示他很关心，但怎么最后面是市长除了关心，那还请这些这个车祸的民众要看镜头打招呼？那这个其实就真的会造成反效果。我想认为就是民众党现在态度要怎样？我想罢免一定要有理由哈。那无中生有这等等的这些政治的角力，我们基本上我们是反对，但是我们尊重老百姓的罢免权。但是现在，当然我们又要看嘛，确定要投票的时候，其实我说实在的，谢国良到底有什么错？不管上任何节目，我就问他到底有什么错？他错内德的问题2字，那个地方法院，接下来就是私人恩怨，接下来就是市街，那其他他有什么错？那我是觉得这样，台湾民众党的立场很简单，我们是站在理性有理这一方，所以看起来谢国良是有理的，所以最后我们还是会支持谢国良。这个绿营呢，他们其实就是锁定了哈，就是要罢免这个谢国良，然后 NET 呢给了他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点火的一个题材啊，然后后面再加上来的什么电动车啊，这些都是在附加上去的，就是因为罢免谢国良的理由太过于薄弱啊，所以要一直不断的这个添柴火下来。我觉得谢国良现在面对的态度是很对的啊，这就是一场选举战，所以就是要让支持他的人呢出来去投下那个反对罢免票。所以现在中央还是民进党执政，我真的奉劝当家不要闹事哦，这样子其实对台湾人民都不好。你如果真的认真去问基隆市民，这样的一个恶霸。